大家好，由于最近呢，我们的频道一下子多了很多订阅者，那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担心在今后，特别是对于鱼体内寄生虫安全意识比较薄弱的朋友们，会模仿我们视频里面的内容去制作生鱼片，就这样子不小心误死了寄生虫，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地去针对刺身的天敌异尖线虫制作了一期视频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对我们生鱼片的爱好者有所帮助。别看它个头小，这位微生物界的小霸王可是有本事在我们的肚子里面搞事情。他们喜欢住在海鲜里，特别是我们爱吃的生鱼片，他们会利用那些漂亮的生鱼片引诱着你。如果一不小心我们召唤了它，通常的情况下，人会以平躺的姿势，伴随着一阵鹦鹉鹦鹉的声音被送到灯光灿烂的密室里面。当然我是不喜欢它的，不过不用怕，我们今天不仅要扒一扒它的底细，还要看看怎么对付这个小调皮虫。异尖线虫是一种寄生虫，异尖线虫幼虫长约2至3厘米，宽约0.5至1毫米，看上去像一根稍粗的白线。异尖线虫幼虫寄生于青化鱼、竹甲鱼、秋刀鱼、煎鱼、沙丁鱼、鲑鱼、鱿鱼等海产品。众所周知，异尖线虫幼虫在受感染的鱼类和贝类死亡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从内脏迁移到肌肉。异尖线虫的最终宿主包括海豚、鲸鱼和海豹。当卵与这些海洋哺乳动物的粪便一起排出体外时，它们在磷虾、小鱼、大鱼、海豚和鲸鱼的食物链中被捕食，并成为成虫。这使在鲸鱼体内的异尖线虫的成虫密密麻麻多得跟上海炒面似的。有谁想要来一碗呢？接下来我们来看如何在鱼体内找到寄生虫。我今天在市场买了3种鱼，因为关系到我家冰箱装不下鲸鱼的缘故，所以取消了购买最终宿主。还有就是在青鱼，这3种鱼在世界各地都是非常常见的，实惠而且容易入手。接下来我先从沙丁鱼开始，我今天借用了一个小道具，是紫光灯，靠着这个紫光能照到寄生虫身上，然后会反射出一种紫色的花纹。我们先来找找看。内脏里面找了，没有发现寄生虫。那我打算将这个肉腹部的骨头切掉，把这黑色的部分去掉，去肉里面找找看有没有寄生虫。啊，有，这个看起来拿过来。Oh my god， 就是这个。有没有看见？灯要是不照的话，应该看不出来吧？你看，灯一照下去，马上就可以看见。这样子我们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哦，我们来把这小可爱给揪出来吧。Come on，哦！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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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这里不容易看见，我们将它放到水里面来。就像这样子的。哇哦，居然一只都没发现。相比来说，这个竹荚鱼比刚才的沙丁鱼还好一点。沙丁鱼只有3只，我们今天这开的竹荚鱼是有5只，居然一只都没发现。那我们接下来就剩下青鱼还有2只，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肚子里面到底有没有寄生虫。我经常听别人说，青鱼被寄生的几率是非常的高。当然，我刚才在打开的过程中，我自己也用肉眼发现了它，非常的容易发现。正好这把灯出了故障，好像光度不够，还是它指灯的那个效果还是不够强。正好我们在没有，也可以看一下，在没有灯的这种灯的情况下，用肉眼去发现它。其实细心去发现的话，还是可以看见。我们现在用这个卡美拉来看一看肉眼是怎么发现它的。首先呢，我们先从内脏开始，因为它一般如果在鱼还没死掉之前，它们是在
内脏或者肠道活动。等这些寄生虫它们感受到宿主失去生命迹象了以后，慢慢的它们会转移到肉上面，然后期待一些小动物把它吃掉，就又跑到新的宿主那边去。这个缸上面有圆圈的，这有没有看见？这个圆圈的，就是它们的形状。你看这个圆圈的，挑进去肯定有在。这个没有，这个有啊，看见没有？就是这个 Anisakis， 先放到一边。然后这个特别明显的，这边呢，这个跑没了，这只有。从内脏已经找出来很多了，然后我们关心的还是看肉里面有没有。切下来看，把它分解碎一点看。像这个，这个是，我等一下切，这个有点问题。像这个变黑的是吗？有。这个变黑了啊，好像这就是了。肉里面也有啊，这个就是。看，肉里面也有。这青鱼生吃的话，还是得慎重啊，特别是天然的。这个啊，这也有，像这个变黄色的，好像。这个你看，呀，看看，挑出来，哇，用手挖出来，呀，简直不敢相信能在一只青鱼体内找到了这么多异尖线虫。这些小家伙们不会给你带来礼物，为你支付账单，那么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什么影响呢？食用生海鲜时会侵入胃和肠壁，导致食物中毒。异尖线虫病的症状包括严重腹痛、恶心和呕吐，严重时可导致肠梗阻或穿孔。进食后几小时至10多个小时出现胃部剧烈疼痛、恶心、呕吐。由于它小到可以用肉眼看到，因此可以使用内窥镜将其移除。关于如何避免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我们可以从选鱼来减少风险。市场流通着养殖鱼和天然鱼，包含我自己在内也会偏向天然鱼，但是大环境中生长的天然鱼被寄生的风险非常高。相对来说，食用干净的饲料和在干净的环境下生长的养殖鱼被寄生的风险极低。接着我们从鲜度来减少风险，当鱼不鲜的同时，异尖线虫会从内脏开始，带着它们一家老小搬到鱼肉里，等着下一个宿主。零下20度持续冷冻24小时以上，可以为异尖线虫获取一张鉴赏地的门票。一般家庭用的冰箱达到零下20度不容易做到，我们还可以通过最简单最容易做到的方式来避免风险，就是用加热的方式，70度持续加热1分钟以上，可以让锅里多一道精细的菜肴。充分加热后，这小家伙其实就是蛋白质。我推广大家对生鲜食材充分加热后再食用。喜欢生食的朋友们可以冷冻后再拿出来解冻食用，虽然美味有益，但是安全。他们的活动非常的活跃，我现在是挑着2只最活跃的出来，试一下用醋泡，就当是我们平时在做腌制青鱼的过程中，放在里面泡制1个小时，看能不能杀死它。这个是4.5%的米醋，放到醋里面去。这个已经泡过醋1个小时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它还是非常的活跃。你看，还会蠕动。看来我们平时就像做洗面沙发那样子放在那边，醋里面腌制1个小时后，还是没办法将它杀死。
所以说醋对它一点作用都没有。怎么样？短短的几分钟，初步的对意见线虫有什么想法？特别是我们喜欢吃生鱼片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小心。虽然它很可怕，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更科学的方法去避免这种风险。只要我们充分的去加热的话，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吃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可以点击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我发现像这样肉里面中有一块还黑色的，肯定都有点问题。你看，把这个慢慢的刮掉，能看见它的形状吗？再挑出来一下，就在这里有一只。